所以我们来看看美军。美军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呢？据说鸿门宴要上场了，川普好大喜功哦，所以呢，他下令说，让这个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召开一个美军的最高将领会议，然后呢，他要出席说他想要告诉这些将军，我爱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肉麻的一个场合呢？可是呢，其实有学者在警告，他们也担忧会发生什么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清洗。这个专家是耶鲁大学的军事法专家，他叫费德尔。他说，这场集会是所有政治作秀活动之母，要去那边作秀，要去那边演而且要加剧军队政治化的可能性，他们感觉非常的担忧。那 CNN 也说，这一场所谓的最高级别的一个将领会议其实他没有要发布什么样的重大安全声明，只是一场演讲而已。其实他完完全全可以用 email、用电子邮件就可以解决，可是他偏偏要把这些将领通通找过来，通通开个会，然后呢，让这个川普或者让赫格塞斯来摆拍摆拍更壮观，所以我说他好大喜功。那现在美国的军人其实也满肚子委屈。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中西包括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的军备竞赛，我们看到呢，美国在9月17号到21号。在佛罗里达州东岸的外海陆续完成了4次的三叉戟的一个所谓的试射那这4枚没有携带弹头的三叉戟的第5弹道导弹，它试射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大陆就一直在密切的关注，他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核子的这个威慑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的3位一体的核力量进行回应这是在93对岸的一个军事展示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可能他们忌惮，所以做一个回应。而另外我们再看看东风5C 这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嘛，对上美国的义勇兵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93阅兵亮相的最新款的东风5C 的洲际弹道飞弹它可以载12枚有重返大气导引能力的核弹头。那美国跟它相对应的武器叫做义勇兵3型，可是因为它受到一个美俄之间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限制，它只能携带1枚核弹头。那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大家已经看到对岸不断展示的这个所谓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它载了3种的这个机载舰，海试成功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媒说，福建舰航母的弹射杆只有人的手背这么粗。那另外这个装备落后是不是此消彼长呢？因为美国现在可能碍于譬如说他们的一个国力，还有包括这经费的关系，很多装备现在面临很严峻的挑战。这是美国空军部长他说的主要原因是老化非常严重。可是中国大陆先进武器不断的展示出来所以某种程度外界会认为东升西降在武器这个部分。而另外呢，在中俄朝之间，美国某种程度也是非常的焦虑你看到最近3周，俄罗斯的军机不断的跑去北约的国家领空去骚扰引发欧洲国家他非常的担心，这些国家担心因为川普他下令这个抗俄的决心慢慢的减弱，包括钱啦包括他的这个政策都不到位，所以莫斯科加强对欧洲的敌意，不断的派飞机过来侵扰。那丹麦最大的军事基地现在也有无人机飞来飞去，彭博社说这是俄罗斯升高混合战的试探这个用这个无人机过来，它的 CP 值也很低，可是可以造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侵扰跟所谓的试探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北韩的外务长崔善基现在过去中国大陆访问，他在北京跟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了，他们说要深化合作抗霸权这个是什么样的合纵联盟呢？来先请教亮哥。我觉得这个他们当然是有所目的才会召集800个将领回来国内开会啦。我觉得应该是要做组织整顿这个包括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要做全球的战略收缩，比如说我看到的讯息啦，
说要裁掉非洲司令部，然后并入欧洲司令部啊。那4级上将要裁10%，其他的要裁20%，就是他要做财政的精简啊，国防预算要更多要花在武器装备的研发跟制造，所以一定要把一些高阶的做一定的裁员啊。那第二个啊，我估计他是要公布未来的升迁准则啊，哦，所以你要反DEI 啦，那个多元啊什么，你这个违反DEI 你就升不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人事升迁的准则，他要做公布啊。那至于那个2025的国防战略，我不认为五角大厦有必要跟这些人讲啊，因为那个五角大厦自己高层知道就好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属于执行者，那美国目前在海外还有在活动的美军基地，大概还有300多个。我认为川普认为太多了，所以他要裁了。哦，太浪费钱了。不，就是没钱了啦，讲白了就是这样啊。那设那么多干嘛？美国不是要聚焦到西半球？那些什么西太平洋啦。那个中东啊，还有欧洲啦、非洲啦，搞那么多干嘛？所以我是觉得他是要裁员。那这个在战略上就是全球战略收缩。是。那我们当然台湾也要有紧张啦，就是西太平洋它到底要怎么收缩？它很有可能啊，比如说我听到的啦，第一岛链的布置会减少。比如说冲绳今年就要裁掉9000人。这么多那这个是不是裁啊？有可能是移到别的地方去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岛链变成风险跟代价越来越大嘛。美国全世界的几个司令部公认最危险的就是印太司令部啊，因为你碰到中国大陆啊，那你设3叉戟这个没有用啊，因为真的用到这一个啊，地球已经没了啦。所以有没有扯到什么东风5C？东风5C可以装12个弹头，对呀，核弹头是啊，3叉戟可以装8到14个，用到这种武器，互相毁灭了。我们已经没有地方移民了，只能移民到火星了。所以这个不重要了，重点还是在美国的一般的军舰啦、航母啦，然后空军啦、导弹啦，我讲的不是非核弹头的。你在第一岛链会不会越来越没有底气啊？所以会导致他在西太平洋做重新的布局。所以其实我觉得93阅兵跟福建舰的3弹射正式公布之后啊，坦白说，这个西太平洋的大局的变化恐怕就要开始了啦。会有一个转变。那你甚至可以说，两岸的终局已经开始倒数了。终局倒数，来将军。我认为美军这一次把他在海外的这些高阶将领召回去开会他可能要进行这个新一波的军事事务革新。我认为要革新了，因为我们可以看今年的中国大陆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然后我们再比照一下美国建国250年，在6月14号，在美国的华府也举行了一个陆军的阅兵。结果美国的阅兵好像逛大街，还签了那些好像咱们太空漫步一样，比较像嘉年华会。对，有点那个情况。结果一看到中国大陆那种军容，这一比较之后，可能川普总统认为美国可能要从事军事改革，要不然的话，美国是军事霸权。结果现在这个状况好像这个东升西降，美国在这一方面，然后中国又我们讲又试射弹道飞弹，各种新的武器推陈出新非常快速，结果美国在这个地方，尤其这几年，他推出的这些新的武器装备乏善可陈，所以他可能要进行新的事务革新。然后我认为第一个要从这个人员维持费，因为国防预算有作业维持费、人员维持费，最后一个还有军事投资费用，这三个地方，结果美国的这个我们讲到的人员维持费太高了。1/3，对，占了1/3，你其他的根本什么都还没有做，都先发薪水就对了啦。其他的那个作业维持跟这个军事投资做这些轰炸机、战斗机、潜舰、巡洋舰、
这个驱逐舰那么多的东西，也只不过占了1/3，另外1/3是这个作业维持。所以美国这样看的话，人员维持费太重了，在海外的驻点880个驻点太多了，可能要做精简。高阶将领太多，美国的这个部队总共是135万人，但是美国的4星上将总共是38人，太多了。每35000人就有一个上将，可能要裁掉7个，那只留下31位上将。那现在就要开始要要进行整编啦。你裁掉哪7个？美国有5军，陆海空加上海军陆战队也是个军种，太空军也是个军种。那从5军中怎么样去裁掉这7个上将，降编为31个上将？所以这些都是大人事，人事怎么会造成人心不动？当然会造成人心不动了。把这些高阶将领都回来，大家回来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样，要从长计议。所以我认为美国可能在做军事事务革新，在预做准备，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了，那个中国大陆这支这个福建舰的这个3型的主力这个它的战机啊，包含歼15T 也好，歼35也好，还有空警600也好，都做弹射。那现在变成中国大陆的空军，它已经进入系统化、网状化作战。它的我们叫的海军航空兵，就是航空母舰，也走向网状化作战了。因为空警600一起飞，可以指挥歼35还有歼15啊，去攻击敌方的空中的飞机，还有海上的战舰，还有这个陆地的目标，都可以由空警600来做指挥。所以它的海航的部队、航空母舰的部队也进入网状化作战的时代了。好，请教聂老师。OK， 刚才2位讲到这个，他们这次军版鸿门宴有讲是组织改造或者军事事务革新，其实答案差不多。那我觉得啦，这我的分析就是说，当然你定期的在军中开一些重要会议是应该的，只是现在一个问题是，川普是什么样的人？他开的会到底要什么？这是我的重点。第一个，川普就是一个商人，他什么东西都会想到这个 dollar sign 钱。所以的第一个呢，军版鸿门宴第一个就会让很多军官紧张了，会不会被裁掉？所以人事可能是最重要的，他们会讲人事嘛，1/3很重要。那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重点，他们会担忧。可是我觉得除此之外啦，我觉得还有就是，因为他真的要省钱，因为当时他跟 Elon Musk 很好，请他弄个 Doge 省了几千亿，结果他也去退群，也省了一些。他甚至呢也你知道吗？金融也政治化嘛，他要那个 Powell 也要听他话，快点降息来省掉我这个债券的付息。当然他不太听话了，拖一阵子。他现在军队也要政治化嘛，就是反正我川普想要的东西，你要尽量照我的格式。所以这个赫尔塞斯呢找了大家回来，我觉得当我的分析啦，它里面一定很多都跟钱有关哈，就是省钱，就是人事部分。但我觉得可能会有4、5个，我觉得可能他要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也开会总之要达到。第一个，我们知道古代呢这个出马征战，起码到很远的地方，这个住这个塞外久了，也是要回来回报一下啦。召回，我觉得这是正面的啦，让大家知道说你在的所有的地方有发生什么事，到底现在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环境怎么样，氛围如何。就边塞的军官回来，这个也合理。第二个就是人事，很可能就是刚刚讲的，一定就是军费太多，他要省钱。美国现在的确是没钱了，要裁员裁军，这个当然也造成了将领是恐慌。第三个，他们有讲到说要鼓舞士气，其实我觉得他是要想鼓舞，但是相反的这个举动会衰弱士气，反而是打击士气啊，我会这样觉得哈。因为刚刚讲到嘛，你现在是用这个线上开会也就可以了，但你叫回来，可能在话语中有的将领并不一定就是完全很赏识或欣赏，甚至尤其一个少校的国防部长啊，今天叫战略部长哈，这个等等的他叫什么？这个战争部长，他们现在是以防为攻嘛，就是战争他们就要打。好，那我现在第4个，我觉得他很重要，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国防战略，这个国防战略是不是真的要公布？我觉得虽然不是重点，但是里面也多少就是川普想要给他们认为说我的川意志你要去执行，就是这个叫川意志啊，他要表达他要的。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有政治秀，因为川普就是这种人嘛，这种东西他就可以又表现，又可以讲很多。联合国里面人家给你15分钟，你都可以讲到56分钟，你绝对有机会可以讲很多，就政治秀。所以他就是想做，要做，而且很多东西他觉得他可以达到他自己的利益。对。现在的这个 AI 战、科技战，其实人才是关键。不过，美国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把人才推出去呢？我们先来看看黄仁勋怎么讲哦。他说：“你美国不要以为自己在 AI 的领域中领先中国很多，其实我们两者之间的实力只有奈米秒之差，很少很少哦。”
所以呢，他认为对中鹰派这些人是把那一些很聪明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也发展很久的这些关键的绩效指标如果你把它给推出去，这个对中鹰派摧毁追寻美国梦的管道你这些人不是爱国者已经成了耻辱的徽章这是这个黄仁勋一贯以来这几个月不断的在讲的。可是看起来川普还是往另外的方向走，包括你看到呢，现在所谓的2025人工智慧计算大会我们看到这个推理速度啊，还有用的这个金钱啊，像是100万 token 只要1块钱就可以做出来，还有它的时间也缩短的非常的小所以真的是日新月异。央视的报道说，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晶片，美国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之中这是他们自己这个根据美国政府的研究结果来显示所以可能川普政府的焦虑就是来自于这个，因为中国大陆的成熟晶片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你很难摆脱。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习近平跟马云和解了吗？几年前我们看到马云因为批评某种程度他批评中国大陆的金融监管制度所以看起来被中国当局给封杀，还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可是现在呢，好像他又回到北京的信任圈，而且开始活跃了。我们来看看9月16号的央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他跑去青海嘛，结果呢，现场有一块白板就详细对比了辉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这个 AI 晶片，大家知道 H20 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半导体公司平头哥所开发的 PPU 晶片一起放在那里，所以某种程度我们看到阿里巴巴最近的股价也上扬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把人才往外推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大概都是指向这个 H1B 的签证费暴涨，看起来是来对付印度人因为印度人这个某种程度他们拿这个 H1B 的签证是最多的人，可是中国大陆呢，这个时间点跳出来抢人才喽你看到10月1号开始，中国宣布要正式启用 K 字签证，它是为了吸引这些技术啦、科学啦、工程啊跟数学这些理工领域的毕业生你可以来中国大陆学习或者是展开商业活动的便利这个地方封锁，这个地方大开欢迎之门所以你看到印度媒体这几天也在批评这个美国的天价签证费，他说这是短视加速中国技术崛起。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印度媒体就说了中国大陆其实某种程度你是把人才移到美国，你是把人才移到中国大陆去，此举实在是太过愚蠢了。还有一个举措，这是美国对印度的制药企业加征100%的关税。那中国大陆一看机不可失，就像这些印度制药公司敞开零关税的大门一样，人才过来这个制药厂这个药我们买了，我们收了零关税。那另外呢，美国的盟友南韩最近其实跟美国的这个中间也有很多很紧张的情势所以你看到先来看这个所谓的签证制度南韩跟美国他们开了一个会在30号会在华盛顿开就是要把 B1 商务签证的适用范围开始要研究从对美投资工作的南韩企业界人士，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友善的举措。可是韩国一方面也要为自己的国家经济做准备嘛，他对中国大陆的游客试行免签证29号开始，他开始要放宽不用钱你就可以来拿这个 Visa 到明年的6月30号，访韩的陆客预计可以突破100万，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南韩跟中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中国大陆游客有一阵子是抵制去南韩的。来请教亮哥。我觉得黄仁勋是很无奈啦，就是美国的一些其实也不止右翼啦，就是也包括民主党嘛，可是广义就叫中国鹰派反中鹰派，就是他们对科技毫无了解啦，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技术大概都是从美国偷的啦，不然就嗨的啦，不然就产能不足啦，总之就是落后很远啦那所以黄仁勋才会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他以前是说差距不到3个月了，
现在说奈秒，这个那几乎秒还不够，几乎一样是奈秒同步，几乎一样了。对啊，黄仁勋是很无奈，因为他的 H20大陆认为太低阶了，我们不买。你说那个阿里巴巴那个 PPU 平头哥啊，为什么会被肯定赞扬？因为阿里巴巴总算开始做正事了啊！你做了蚂蚁金服干什么嘛？你就是要好好来做你的人工智能，而且呢，它这个不是给台积电代工的，是中芯国际代工的，那这个 PPU 就是平行处理的那个 AI 啦，那这个目前占中国大陆大概 AI 推理大概芯片占了70%，所以中国大陆就政府就是希望他做这种。他觉得这个还是重要的事，不要做那个什么金融服务啊，或者做什么电商啦，对啊，那个技术含量比较低嘛，所以他被肯定就是你过来做这个有技术的东西啊，为国争光啦之类的，协助建立人工智能晶片的基础啊。那黄仁勋就觉得他想要卖中国好一点的晶片啊，因为你不卖，再隔一阵子人家就追上了，就不买你了。比如说中国大陆真的愿意买 H100，结果不能卖，美国反对啊，那怎么办？那这个市场又非常大，对，黄仁勋估计中国大陆大概在3年左右，它的国内的 AI 芯片的市场会有500亿美金。你说对他来讲，他怎么可以不抢？真的无奈。本来 H20那个市场是大到150亿是啊美金呢，是，结果现在他不买啦，大陆不买了，对啊，那这边要高阶一点，美国又反对，对啊，所以他变得很难做人呐。那他也因为这样跟那个美国鹰派呛起来，对，那个巴伦就直接呛他，说这种人就是中共代理人，不能让他进白宫，连这种话都出来了啊。所以我坦白讲，我认为没解啦。不，这个东西哦，就好像中国大陆93阅兵、福建舰3个弹射。那美国的军方也说啊，这个假的啦，不理啊。可是有一些网红当过飞行员的，人家就在 YouTube 上在说这个美国要注意啊，这种东西假不了的啦，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是问题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就是这种水平，就他们不懂啊。可是问题是，国会就是这种人在掌权啊。比如说那个 Tom Cotton。懂个鬼啊！不懂也不想懂。他也不认真去了解，他也不想懂，可是他也他就直接挂着说你偷的。对，其实跟那个鲁特林克讲的不是都一样？假的。坦白讲，鲁特林克在讲那个台湾的芯片，其实我们的高阶芯片目前自己掌握的只有82%。他说95%。对啊，他怎么讲95%？所以他的数据都是错的。他也是乱讲一通。我跟你讲，如果全部的芯片都算，我们台湾现在只占62%。是啊。结果他一口就说你95%。所以郑丽君去那边要跟他讲清楚啊。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悲哀就在这里了。是啊，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跟你讲，我们知道科技的未来很清楚，就是一个叫做高效的未来。高效有2个，叫高速高频嘛，速度要快，频宽要大。现在我们都知道，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必须讲一下，就是 H100美国还真的不能卖。如果当从经济角度来讲，你去卖了就大发利市，黄仁辉他就发了 ，NVIDIA 发，重点绝对不能卖。所以呢，因为你卖给中国，中国在先进制程能够追上你的速度就快啦，他当然要锁喉。这是科技，可是呢，从经济角度呢，所以呢，黄仁辉才会跟川普最后提到说，没有关系，我们降规版 H20是因为 H100绝对不能卖，所降规，它的速度只有，它的算数只有28%，还是降到1/3以下，非常之低。当时在去年底的时候卖去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卖，结果没有想到中国半年内研发的很快，好几家都可以推出跟它类似的，是，所以当过去的时候，中国就开始说你们不要买它的，其实他们自己国家都已经生产到差不多。就是黄仁辉当时讲的时候，你之前讲说差3个月，他在几个月前呢，H20要去的时候，他说啊，你不要挡他们，你挡的话，他们自己会研发，因为他们现在就在我们转个头就看到了，真的。现在叫做
赖秒，我要几天就会变，过下个月或者明天超过了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未来哈。我还是讲一下，不只是 H20啊，你要知道前一阵子不是也开放一个吗？他们这个是被开放的 X， 这个叫 RTX 的 Pro 6000，不是也被下架？我跟你讲哈，中国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实力，成熟制程配套的，包括你看那个新能源车，全世界可以到倾销的地步，被人家限 quota， 就是因为它能量太强，它制造速度太快。就像川普上个月很担心说，我们以前一天造一艘船，怎么一年造不出一艘？中国现在一年可以造几百艘，我们讲一般的船，制船能力是我们的300多倍了。这就是中国现在制造力，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就算10几艘的航空母舰，中国只有3艘，在4艘，在不久2、3周5艘、6艘。我跟你讲，新的船舰会比你旧的那些已经老旧的福特号、你知道可能会强了，一艘可能比2艘。当然这是我的推敲，因为中国在变化。我现在要讲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我现在讲一个，我必须要讲，这阿里巴巴，我是蛮欣赏他的。我觉得我跟大家解读不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政府或习近平有真正吵过架，没有啊，没有。2000年到2001年，他是当时在做这些支付宝或者蚂蚁金服的时候，那个年代是那个时候，他推了一带一路的，他主要是用他科技绑装，他有违法，就是没有法可管的时候，他卖出去。老师，我们先定一下广告。对不起，因为我们。好，黄仁勋忧心忡忡，可是美国政策还是顾我。来请教将军，我们按过往来看，我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在经济还有科技的发展，它也是3步走。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讲的无人机 UAV 啊，它的大疆无人机在全世界的市占率到70%，这部分的到高达90%，几乎整个无人机的市场，它都变成这个中国大陆的天下了。它这个尤其消费级的跟休闲级的就是一般玩家到达90%。那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它是有一步步走。第二步走是走到哪里去？第二步走它是走到电动车。那中国电动车的话，在全世界的这种目前这个市占率的话，它从去年2024年67%，到现在今年的为止，2025可能会到达76%。那就变成整个新能源车、电动车的市场变成中国大陆拿去了。第三个，我认为是半导体，因为半导体的在这个状况，所以黄云他们讲说66%，那66%的晶片。它是我们讲到的是成熟制程，对，那大家只要成熟制程就可以了。尖端制程很多精密的装备，尖端制程毕竟不多，大家大量使用的是成熟制程。那成熟制程的话，将来我看的这第3步走可能是走向这个 AI， 走向机器人，甚至走向这种战斗机器人，以后可能这种家电甚至机器宠物都要出来了。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们来关心这个海军上将黄曙光他请辞了国安会资委，已经获准了。可是呢，外界把他称为潜舰国造的推手所以这个国舰国造的推手离开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潜舰海鲲号的海测还有交舰进度呢？我们看到王定宇，他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嘛，他说有信心啦潜舰国造可以稳健发展，因为不管是后续的海测或者是后续的这个舰的新舰都可以稳定的发展。那国造潜舰的未来，因为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质疑嘛，包括技术啦、核心技术有没有被卡还有这个造舰的费用等等专家就讲说从目前外界得到的资讯来看，系统整合还是问题。长远来看，相关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可是要花很多时间跟钱这个很难免。所以是不是卡关了？可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有时候监督又很容易被戴上帽子就是说你监督我们的国建国造监督如何这个变成很难做。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一切的源头，大概就是抗中保台这个已经太过把它推到某一个这个程度了。所以你看到包括一位国际专家，他叫做 Kevin Chu， 他就说台湾现在的这个危机感下降，因为你抗中保台喊太久了啦，大家脚都麻了，每天都在狼来了狼来了，在抗中保台所以他说现在两岸局势升温之际，民进党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是什么？是选民我们台湾人显然对政府的警告缺乏信任，感觉你在骗人。当民众缺乏危机意识，就不会愿意把国防预算
军事训练或动员措施置于薪资还有住房等民生议题之前。政府要告诉我们真话啊！如果你一定用骗的，或者被发现你是用骗的，大家就不信任你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吴钊燮要下台了吗？这是来自媒体的报道，说赖清德其实对吴钊燮已经不爽很久了。可是呢，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包括他是小英的人啦，还有包括因为他是美国信任的人等等，所以不得已用他。那现在呢，他对于美国对等关税的讯息掌握好像也不清楚，加上8月份不是说出传出赖总统要到中南美洲过境吗？结果后来被拒绝了嘛，以及共谍案雪上加霜，所以对吴钊燮非常的不满意呀。那现在呢，传出要把他弄下台，那新的人选是谁呢？说是有意重用陈水扁时期的人马等一下我们掐指一算，到底谁是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人马？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习近平现在跟川普的对垒，这个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施压美国明确表态反台独，两个人可能就要见面了。见面之后，习近平会提出什么要求呢？《华尔街日报》说他会逼迫他讲出反对台湾独立。知情人士的说法是，北京相信潜在的经济交易可以诱使川普改变他对台湾议题的立场。台湾一直被当作棋子被当作棋子来使。那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他接受 News Nation 这一家电视台的访问他说美国我们正在跟台湾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这个核心就是晶片5-5分。什么意思？我们现在95%的产量，美国只有2%，我们要把台湾的产能通通移去美国5-5分呢，你50我50。这是卢特尼克接受访问的一个这个说法那可是当细盾的比例高达95%的时候，显然对美国造成了安全威胁。我们台湾讲了这么久的细盾，卢特尼克一句话是不是就被破解了呢？而在这个消息传出来没有多久，郑丽君说是启程访美他要到美国去。那是第5轮的所谓关税谈判吗？现在因为行政院团队并没有对外做出说明，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他飞去美国了。来，先请教亮哥。这个潜舰国造，你多种系统要做整合嘛？那本来这个下潜就是非常难的作业这个坦白讲，当初做这个决策，本来就值得检讨了。因为澳大利亚就是他们就知道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澳大利亚跟韩国做潜舰是同一个时间结果韩国请德国进来，韩国先做出第1艘，然后接下来德国技术顾问就留在韩国，然后再协助韩国学会，然后做第2艘那澳大利亚就是我们这个模式，全部都自己做，结果后来自己承认失败，所以澳大利亚后来不是 AUKUS 要跟美国、英国买潜舰吗？就是因为自制失败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有3种模式可以做潜舰嘛。你就是选了最难的路，很困难，就是都自己做。像韩国是德国先进来帮他做出第1艘，不然人家就说，不然你就外购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做？那你是凭什么有这种底气，说你一定做得出来？而且本来还要通过预算，一下做8艘，你就知道有多离谱了。所以坦白讲，这个整个决策过程，当然要有人负责任嘛。谁该负责任？当然是黄曙光嘛。可是问题在哪里？黄曙光离开了，谁能够背这个锅然后继续把这个作业完成这个难度恐怕会很高那个喜欢吹牛的王定宇，那个潜舰下潜的时候，请你一起做下去好不好？王定宇你不是最有把握吗？你最爱卸军机的那你跟潜舰下潜作业的时候，你一起下去好不好？我坦白讲，这个难度极高啦，我只能这样说啦可是我们又怕，
因为那个攻击系统是美国提供的。对，那我认为美国一定是要求你一次下8个单呐、不然他要开模不划算嘛。我认为所有的这个合理的地方就是在这种地方啦，就是你是外购，所以你如果没有一定的量，人家干嘛陪你玩1艘啊？所以就要你8艘嘛，一次买8艘，对嘛？那可是问题是，你都自己做，我就不知道这个底气从何而来，连驱逐舰、巡洋舰都没做过的国家，一下就做难度最高的潜舰，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样的底气。我们台湾到现在只有做护卫舰呢，做平台舰呢，我们没有做过驱逐舰跟巡洋舰呢。你一下就要做潜舰，我真的是服了你啊！所以到最后人家就一大堆比较就出来。因为日本不是刚做了那个金级的潜舰吗？结果人家比你还便宜，而且人家一下就做成了。就说你为什么不先从别的国家引进啊？反正这个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木已成舟。我们当然还是希望第一艘能够过关啦。那最有福气的、最有把握的王定宇下潜作业，请一起下去吧。让我们有信心一点嘛，对不对？搞不好王定宇一起做下去，第一艘下潜作业就成了，对不对？对啊，那他也监督更有力了。所以我是觉得，军事的东西不是说，人家要监督你就是反对你做，不是啊。我根本就主张就直接用买的。对啊，你如果用买的，我同意啊，或者用韩国模式，你第一艘先给别人做嘛。我们先一起学嘛，这个都是合理模式嘛。那当初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就直接自己做这个真的是有极大的勇气了我不知道是谁协助做这样的决策。那吴钊燮，我认为他早就该下台了，早就该下台了。我坦白说了，美国对于他的助理是共谍，是非常生气。因为国安会秘书长这个级别这么高，对呀，你会导致美国有很多机密都被你的助理看过，这是多严重的事情啊！那结果立法院要你去备询，他也拒绝去，2次都没去，你赖清德竟然还纵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啦！这个如果在美国肯定是超级丑闻啊！对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个就好像卢比奥的助理是共谍一样，你看有多严重，或者是恶谍，是呀，你就知道有多严重啊。那既然可以拖那么久都不换人，是不是因为没人啊？现在说连那个扁时期的人都要挖出来了。我不知道他要讲谁啦，因为坦白说啦，赖清德连3个小毛头都敢用来当国安会副秘书长。这个连美国那个军事专家都公开写文章批评国安会3个副秘都37岁，没有一个有军方背景，能这样干这样说你要搞抗中保台，这谁会相信啊？也没有吴钊燮也不懂军事啊，他也没有情报背景，对，对吧？就是军跟情嘛，对军情背景很重要。就你起码要有军跟情的背景嘛，都没有我这个等于是治国当儿戏了。他只是要彰显说，你看我用年轻人，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好笑了。国家就是有一些人，你不能随便试啊，你要用有很多经验的人尤其是国安会，这简直是开玩笑嘛。所以这个美国专家就说，小孩开大车，把一群小朋友放在这个国家里面乱玩，来请教。小孩开大车开不好，但大人也不一定会开车。现在开车的人其实也都开不好。我刚才我讲的很有道理，他讲到一个重点，他用年轻人，因为这是为了票嘛，你用年轻人就有票嘛，他将来就机会更大。不过刚刚讲到那个舰艇的问题，讲得非常好了。但我以前在官股银行当董事了就曾经这个一直在强调那个钱要挹注，有没有？就是这个 syndicate 这个国建国造这不是出现了弊端吗？很大的弊端。那现在刚讲那个潜水艇，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航空母舰，你知道吗？应该做巨量级的航空母舰，电磁弹射才对嘛，马上跳进去。好，这一块呢，那个我们郭兄讲得很清楚，讲完了，我先讲一下康中保台这个东西我想康中保台是一个现在某个党他选举呢，自始至终以来非常棒的一个亮剑的一个工具。
每次拿出来几乎都有效啊，甚至做一些假文宣都有效。当然，现在我会发现不对了，因为我觉得东西就是物极必反，它用的太过极致，我们英文叫 over 了嘛，就 over 了。还有一个，你刚讲骗，我就不要用骗这个时候，叫看穿的手脚。我们讲这次大罢免好了，大罢免，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支持那一块，就是一定要罢免，一直跟我说要罢免他们。我到了台中，我有朋友一直跟我传一些文宣，我说你有没有搞错？这些文宣就是很清楚，就是被蒙蔽的做的那一块。他说：“建东，你真的不知道吗？只要你不罢他们已经跟中共已经通牒了，就要打过来了。”哎，还真的传东西给我。我说：“你相信这个吗？真的吗？那我们是不是有国安法？有没有证据？抓起来！”现在蓝委就全部抓起来啊！哎，现在也大半年过去了，有没有通牒？有没有马上打过来？所以很清楚啊，看穿了嘛。所以人家那时候，你看你怎么会讲到这样？他已经用到过之了，他为了要赢啊，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这不对了。那大家知道，你又定国安法，那还可以有这么多文件说他们已经在做，那你又不抓，这不是就是自己有盾，自己有剑，那剑又是最强的，盾又是最强的，到底哪一个强？不知道，就矛盾了。好了，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卢克尼克所讲的话，我只能用一个字叫做狠。狠，美国狠得不得了。2022年8月2号谁来 ？Nancy Pelosi， 他飞到一半回去再回来，来了以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谈什么贸易倡议都假的，就是只要一个人在场，张忠谋跟蔡英文在场就好。我只要你台积电，对，非常清楚。其实我们的对岸也知道，最后才会有6区金援嘛，1、2、3、5、6区用东风这个15打过来。我现在重点就是他们早就看穿这一点。当然，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我们当时就讲说细盾，真的细盾吗？错，它是兵家必争的战员。他很有可能，但是美国他有他的实力。我们川普呢1.0版说台湾太好玩了，是我的笔尖要去夺对方。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有两难。如果对岸呢，假设实力够，把台积电拿去了，美国根本不要玩了，因为先进它成熟制程世界第一了嘛。先进制程5奈米以下甚至3奈米以下的台积电，全部如果被了为这个我们对岸服务的话，他只要拿到台湾，你觉得呢？他要解放台湾，你觉得中国的实力会到什么地步？大家应该非常清楚，这是美国怕的地方。所以美国必须好好的运作台湾这一块土地，然后呢做他们的所谓的比肩理论，或者他们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说哈的王牌。好，那现在我觉得他们碰到一个两难，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谈的奉陪到底、牙还牙的做法，已经开始筹码下降。不管是他们的稀土对你的晶片等等，他发觉玩起来有点困难了。他发觉甚至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端倪，想跟对岸谈反台独。他如果跟对岸谈反台独，他必须要有底气啊。那他第一个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台积电被拿去了，所以他现在必须积极呢，快点谈出一个5-5分。你呢，在全世界，你先进制程都是制造都在你这里。如果你今天被对岸拿去，他都没有，那他真输定了。我必须很快的把你5-5分先洞盖过来。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现在你不可能马上在美国做好，因为人才、技术、基础建设都没有。你基础建设只有个 Intel。你可以用25亿的软银，你可以用陈立武的也是受到这个算是想要起死回生，用50亿呢，有这个 NVIDIA 去投入，甚至他也要到台积电去，因为他有基础建设，可是缓不济急，人才技术不够，他怎么办？就直接嘛，我不管你用100%，你先投1000亿，再多少台投，可是就算设厂设了7个厂，美国也不可能那么快生产，要嗷嗷待哺，因此他最快就是没关系，台湾你做我们5-5分，把你该有东西现在全部切一半过来，就算我们将来还要跟对岸我讲是美国谈的时候呢，他们的筹码降低之后，他最后我觉得最危险就是当你真正走到5-5分，如果我们走到这一步，我跟你讲会发生什么事呢？非常清楚，他就不需要再这么保护台湾了，因为他有了拿过去了，他台湾就变成他的筹码去跟对岸谈了，这是大筹码，他可以就拿到很多从大陆来，那我们是不是就全部失守？所以我觉得5-5分我们如果是执政人物，一定要小心美国在想什么。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字狠。你一定要他狠，当然我们不敢敌对他，但他的狠心狠意，我们一定要知在心里，不得罪，但是一定要懂。来，将军，我认为我们的海鲲号非常可惜，因为战略规划错误结果沦为那个民进党作秀的舞台。在去年的9月28下水典礼命名下水典礼，都已经一年多了。他选928，选民进党的建党，为什么不选9月2号海军节呢？为什么要选928呢？就是想要作秀，变成这个民进党作秀的舞台，拿海鲲号作秀。后来变成这些政客作为吹牛的舞台了，吹牛的平台。你现在变成这个状况，这个海鲲号一命名下水之后呢，泄密案不断，军火掮客也介入了，指定性的招标。利益的输送也来了，这个媒体报道冲刺太多了，
变成这个状况了。那现在这些政客还在那边做吹牛，还在那边这个好大喜功、吹大牛。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怎么可以把国防建军，兵者国之大事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政党作秀的舞台，政客吹牛的平台？怎么会这个样子？做个浅见，现在全台湾每一个人民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每一个人都支持浅见国造，结果弄成这个样子，几千亿投入进去，要做8艘，现在连1艘都没有，连战系都没有装配进去。作战系统，作战系统要先装配进去，然后再做系统整合，系统整合完毕之后再做测试，测试完毕了再做调教，整个通通完毕之后，就要做初级作战阶段的测试了，连装备连作战系统都还没装进去，你看看变成这样，所以这些吹牛的政客啊非常可恶，只会在那边吹大牛，到现在为止根本已经下水1年多了，什么都一点作战力，连潜航都没有。当初规定的潜航的深度要到350公尺，谁敢到潜到350公尺会不会整个爆掉，被压爆掉？因为350公尺35个大气压，会不会把潜舰压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都要非常谨慎。另外一个，这抗中保台排司令，我们知道，这个民进党一执政之后啊，都在利用国军，对吗？现在你看，现在国军现在弄成这个整个战力薄弱，现在边线比有史以来最多，没有兵，缺了6万个士兵找不到，志愿役士兵缺6万个，有官没兵怎么打仗？兵都在基层，非常重要，战力发挥的首要，然后要给这个立法院通过，要给这些兵啊自愿役的给他加钱，加自愿役加级，通通被行政院否决冻住。根本没办法，现在根本招不到，根本没人要进来当兵，当志愿役的士兵，怎么办？买再多的武器装备，没有人怎么样形成战力嘛？所以民进党只会吹牛，真正的好好的办事，我那个，然后还有歧视军人，说军人是米虫，是年轻人有志青年，谁要加入军中当米虫？民进党应该出来勇于认错。当初在联改的时候，这种歧视性的人改，在那边嘲讽军人是米虫，民进党到现在为止还没道歉啊。你说赖清德是民进党的党主席，有没有出来道歉？是这个样啊，对不对？徐国勇是民进党的秘书长啊，他有没有道歉？他还在这个我们讲的光复节啊，乱讲说台湾没有光复节，这国军打下来牺牲那么惨烈，这是国军的光荣，竟然说台湾没有光复节，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然后招生的标准也下修，也找不到，现在标准一下修到底了，不能再低，全世界最低的标准，身高啊就150公分。女生身高，男生身高152公分，全世界最低的标准，还招不到士兵，怎么办？民进党有真正的爱护国军、支持国军、尊敬国军吗？应该好好反省。你看将军都生气了。